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我想聊聊中国社会的一种思潮，为什么中国社会普遍认为第三产业是虚假的？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梳理一下产业的定义。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标准，第一产业指的是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以及电力燃气等，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体经济；而第三产业则是除了第一、第二产业之外的所有行业，即现代服务业，包括了交通运输、住宿餐饮、计算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科研、教育、法律服务、卫生、文体娱乐等等。那么，认为第三产业是虚假的，而只有工业和农业才是根本，这种认知在中国是普遍存在的吗？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我的感受是，在中国民间有一种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而这个劳动通常指的是体力劳动或者较为低级的脑力劳动。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社会所理解的劳动，往往是指生产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制造食物，比如粮食、机械和钢铁等等，这才是真正的在做事。大家可以想一想，这种观点在中国是否非常的普遍？而在官方层面，我们也同样能经常听到官媒和政府发出要警惕中国走向脱实向虚的警告。例如，官媒《经济日报》在2023年8月9日的一篇文章《防止脱实向虚》中就这样说道：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的特点是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开辟科技创新赛道的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这篇文章还指出，历史上很多发达国家走了脱实向虚的弯路，吃了大亏。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都是陷入经济虚拟化陷阱的警示教材。我想，这篇文章大体上可以总结中国官方对待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的整体态度，那就是第三产业都是虚拟的，而非实在的。当然，这篇文章尤其批判了金融业，因为金融业相比其他的服务业而言，要更虚拟一些。不过，这篇文章有很多明显有问题的地方，例如，文章声称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这就明显的与现实不符。事实上，越是发达的国家，现代服务业所创造的财富就越多，所占的比例和发展速度也越大，随之带来的就业岗位也越多。例如，《The Borderless World》一书就指出，70%的美国劳动力、60%的日本劳动力和50%的台湾劳动力都从事现代服务业，而服务行业也绝不能仅仅等同于餐厅的杂工或者住家保姆，事实上它早就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中国官媒称说实体经济是科技创新赛道的开创者，这话也非常的值得怀疑。例如，芯片产业可以说是制造业发展的咽喉，也是被中国政府定性为迈向制造强国的关键。然而它的诞生和发展却绝不是出于所谓实现强国梦或者赶超其他国家的一种预先计划的国家行为，而是游戏产业这个典型的现代服务业所无意促成的。在芯片产业发展的早期，游戏成为了整个产业的催化剂。因为娱乐是人的天然需求，人们想玩到更精美、复杂和多样的游戏，这势必要求游戏机的性能更强、计算力更强、体积更小的芯片。这种动力促使了各大芯片企业推出更高端的显卡和处理器。如今，芯片已经广泛运用于家电、汽车、机器人、医疗仪器等等，拥有极其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在几十年前，却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一点，而推动这一科技不断创新的，恰恰是人类想要娱乐和玩耍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中国社会并不被视为是人的正常需要。中国社会所认为的实体经济，准确地说应该叫实物经济。它实际上暗含着这样一种意思，
只有人的生存需要，即对物质的需求才是真实的需求，而包括娱乐和文化享受的精神需要，则都是虚假的。这种唯实物经济的价值观，是一种封闭的，或者说物资匮乏的社会才有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也并非今天才有，它在中国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的。例如，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就严厉打击秦国的第三产业，例如禁止音乐、歌舞、装饰品、取缔旅店，限制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打击商业等等，整个社会都围绕着耕地和战争。战国那个时代的制造业也很低级，因此对秦国而言，实体经济就是指农业加上和军事有关的制造业。商鞅能够意识到，服务业和贸易的发达对秦制是不利的，因为高流动性的社会更加难以控制，而以农业和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对国家而言是容易控制和垄断的。更重要的是，商鞅还敏锐地发现，高流动性会培养人们的逐利心。因为流动性高意味着人们的选择更多，人们就会站在自己的利益去思考问题，而不容易被秦国的宣传所欺骗和鼓动。如果国家把利益都垄断，通过户籍等制度设计将民众的通道堵死，那么你就没什么可选择的。秦国的制度设计背后其实是一种决战思维，也就是时刻准备着备战备荒。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终归要被其他所有国家卡脖子，被孤立和封闭，所以最好什么都自己造，只有囤积足够多的食物，才能不惧怕被孤立。为了便于进入战时体制，整个经济必须不能过于依赖流动性，第三产业在必要的时候都是可以牺牲掉的，因此管制的力度始终不能真正放松。现代社会的第三产业当然比秦代那个时候要复杂和发达的多了，对第三产业的贬低其实还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发现，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往往是那些新闻媒体更自由、产权保护更好以及法治水平更高的国家。这是因为第三产业交易的商品经常是无形的，它不像工厂生产的零件或者农场里的粮食那样直接。例如，股票的本质就是一种金融合同，是一份承诺，它没有形状，没有颜色，没有味道。这种保证可以值很多钱，也可以一文不值。它的价值首先取决于投资者是否能获得公正可靠的信息，即上市公司是否能够做到信息披露。更重要的是，是否有不受控制的媒体能够去做独立的验证，去挖掘内幕。还需要有保护股民权益的法律以及相匹配的司法制度。如果没有这些，那么这种承诺就毫无价值。因此，发达而成熟的第三产业往往建立在大规模和广泛的社会分工和合作上。这么多陌生人聚在一起，首先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彼此信任。这当然不可能依靠各个地域的习惯法或者自然形成的道德规范，而必须建立一种普遍的、公正透明的制度。我们想象一下，一个最简单、最初级的企业形式就是夫妻店。夫妻两人既是企业的所有者，也是经营者，并且他们彼此之间是非常信任的。他们经营不善，直接的受损者就是自己，这就不存在所有者和经营者分离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如果企业的规模更大一些，比如一个创业者拉了几个朋友合作创业，并且拉来10几个熟人参股，这些投资者相当于委托了当事人运作这笔钱，这时候就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掌握经营权的经理就可能滥用资金，但大家毕竟是熟人，比较容易去干预和调查。然而，如果是一个雇佣了几万人、几十万员工的，拥有几百万分散在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股东的上市公司，那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就非常严重了。股东不可能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因而公司的管理者就很可能浪费和贪污股东的资金。例如，一些大股东和高管合谋侵吞中小股东的利益，这就非常需要从公司内部和外部设置各种机制来避免风险，包括股东大会等公司内部的监督，来自立法机构、证监会等政府部门的监督，以及来自媒体等民间力量的监督。透明有效的监督可以大大降低权责不对等所带来的道德风险，
避免那种花别人的钱不心疼的局面。而一个国家的政府，则可以视为一个更加巨型的超级公司。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本质上也属于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只是政府这个特殊的公司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又要远高于一般的大企业。因为它的股东数量最多，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最漫长，民众无法选择别的政府，而政府还掌握着立法机构和暴力机构，这就使得它可以免于一般公司所要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因而，即使做出了浪费和贪污的不道德决策，来自外部的监督要么压根不存在，要么是不及时的。因此，第三产业发达的国家，往往是法治水平更高，及对政府的权力限制更完善的国家。这是因为第三产业对行政管制更加敏感。如果一个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制度障碍，例如对市场的粗暴干预，以及各种朝令夕改的政策，都将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各群体之间的信任感和对未来的可预测性，而这也必然延缓了创新和创业的速度，增大了交易的风险。第一、第二产业相对而言不那么受影响，对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因此，如果一个人很有个性，他往往会更加在意自己的权利，他可能会经常涌现出一些创造性的想法，而这样的人往往难以忍受重复单调机械的工作。但通过对第三产业的贬低和对实物经济的强调，苦干的思维也随之被灌输进来，也就是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的想法，更不需要你耍个性，只需要服从和执行。这或许才是刻意维持这种偏见的一个深层原因。对于这种唯实物主义的思维方式，还有很多值得分析的。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本期视频会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中，视频的文字稿也会同步到我的会员频道，加入会员后就可以看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